真是太美了。这棵树似乎正在改变我们脚下的大地，让它更加的契合天道了。小蒋，让叶黄、叶龙还有你姐姐叶琴瑶都回来吧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启蒙树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。九城联盟东部黑石城城主府。父亲，别叫我父亲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快滚回你家天鸾殿那个娘们的怀里去吧。想让老子屈服投降，哼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不是投降啊，父亲，您为何不出去看看？现在整个九城联盟东部全都在天鸾殿的麾下了，云霄城更是早已变为圣地，成百上千万的修士聚集在外围，就只为了离圣地近一点，好谋求造化。这是机遇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！老子带着黑石城跟嗜血的妖兽跟着天地战斗了一生，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归顺一个娘们儿。父亲，我们真的没有任何机会的，您就想想母亲，想想我们的家人，想想这些陪您征战一生的将士们吧。你与黑石城之间已经不存在我们了，滚回去告诉你家店主，要杀要剐就赶紧来吧，别让老子看不起他。蜜蜂神情苦涩，最终还是在咒骂声中缓缓走出了大殿。片刻之后，他站在城墙之上，眺望远方的天空。几十里外就是天鸾殿的大本营，叶黄就在那里，准备随时进攻黑石城。身前是他所效忠的店主，也是他喜欢6年的梦中倩影，身后则是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家庭，而他夹在了最中央，进退两难。也许只有那样才能解脱。店主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换一种方式吧。我已经很仁慈了，在父亲回来之前，我必须把东都完全平定。那万一黑石城宁死不屈呢？那就彻底铲除。我们之前又不是没做过屠城的事情。可蜜蜂毕竟是我们多年的同伴呢。我相信他。店主，怎么回事？蜜蜂他……店主，从6年前我就……书信很长，字迹工整。叶黄看着看着，双手忍不住开始轻微的颤抖起来。我只希望您能放过我的母亲。他人呢？他自绝于城墙之下。我只是让他去谈判而已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店主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让父亲看见我的成就，我真没有想让他死。一股狂暴的气势从叶黄身上炸开，一股邪恶的黑色气息从叶黄眼中生出，迅速蔓延开来。店主，可那种邪恶气息侵蚀的实在是太快了，根本来不及阻挡。眼看着剑意就要爆发而出，忽然一个小巧的手从虚空中探了出来，食指精准地点在叶黄的眉心，扑灭了他狂暴的黑色邪恶。而叶黄身体一歪，倒在地上。天赋测定开始。几个看起来只有3、4岁的小娃娃站在一起，懵懂地望着面前的一个灯笼，这是用来检验天赋的灯笼。小秦瑶，上等天赋。小龙，你来吧。很快灯笼就转了起来，转完7圈，第8圈都快要转完的时候，叶龙，上等天赋。真是天佑我叶家呀！这2个小娃娃不出意外的话，都有冲击元婴的潜力，到时候叶家就能稳稳地在云霄城立足了。小黄，该你了。爹，去吧，我相信你。加油，你没问题的。很快灯笼就转了起来，1圈2圈。叶黄，天赋差等。没事，以后有叶龙和秦瑶他们，一定会好好辅佐小黄的。他看见父亲的眼中一抹奇怪的神色，长大之后他才明白那种感情叫做失望。3年后，爹，我终于产生气感了。爹，我可以正式修炼了。爹，你看，一团小小的火焰在指尖忽然燃烧起来，真棒！继续努力，爹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很快他就来到家族的训练场，不顾胳膊上的伤痛，一拳又是一拳打在用来训练的软垫上面。哎，那就是叶黄家主的孙女耶。我听说她天赋好差，跟叶龙还有叶琴瑶差远了呢。他这人好奇怪呀，别人都在休息玩耍了，
就他还一直在修炼。我听说他还是个扫把星，把自己的母亲都给害死了。对，我们要离他远点。说什么呢？包子教员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教训了他们一顿之后，来到小黄身边，随后拿出了一些伤药，小心地包裹住。看着小黄的2只小拳头已经通红，但最终不善言辞的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又是3年过去，家族大比，砰的一声，一个身影被打倒在地，滚下擂台。王宇对战叶黄，王宇胜。爹，哎，没事，歇息吧。亏得还享受了那么多的资源。快看，是叶龙。又是3年，轮到叶黄的时候，他走上擂台，望向家族主持人的方向。父亲的位置早已空空如也。若是自己拥有天赋，若是自己拥有强大的实力，他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的。我不能再让他感到失望。一把长剑忽然出现在叶黄手中，我绝对不能再让他失望。长剑横空斩向面前的对手，一股淡淡的花香让他意识逐渐清明。等回过神来，叶黄发现此时自己正站在一片满是月季的花海之中，不应该说是一半的花海，因为另一半在他刚才的一剑之下已经全部崩塌。小小，自己拿到蜜蜂的自觉血书以后，就忽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叶小小又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我的个老妖啊！真是抱歉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知道，你刚才入魔了。入魔吗？似乎是的。他从来没想过让蜜蜂死去，可事实呢，就是因为自己的执念，活活地逼死了他。小孩子说的话，你不能当真的。那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懂，可能他们自己觉得那没有什么，但却在不经意间伤害到了你。你都看到了，不要怪我窥探你的隐私哈。你当时入魔了，我没办法，才把你拉进了梦境之中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你以前确实挺悲惨的。那算什么悲惨？我好歹是家主的孙女，后来又是家主之女，生活富足，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也都很照顾我，比我惨的人多了去了。我只是不想再让他因为我而感到失望了。以前的事情我不能去评判什么，但现在呢，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，大伯他是绝对不会对你感到失望的。虽然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了，但我知道在他心里你就是那个最完美的人。在叶随风身边待了6年，叶小小早就摸清了他的脾气。他对待其他人的感情很奇怪，对于陌生人他完全不在乎，爱活了活，爱死了死。但是对于家族之人，他的要求又是非常严格，有一点点的不对都会提出来，有时候还会施以惩戒，就像前几天叶爸那件事情一样。然而若是对于真正亲近的人，他的容忍和耐心简直就是无限的。大伯已经回来了，他让我出来喊你们回去，有事情要安排，你赶紧走吧。反正你的这个心魔我是没办法解除，只能暂时压制，而他诡计多端，肯定有办法的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这就是你构建的梦境吗？好真实，也好厉害，我完全找不到破绽所在。你可拉倒吧，你那一剑差点就把梦境轰碎了，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的手指现在还在流血呢。真的抱歉。小事儿，过段时间就好了，你还是快点处理好外面的事情，然后回去找大伯吧。你不一起回去吗？我还要去找叶龙跟我姐呢。行了，我会很快的，到时候我们家里见。说完，叶小小挥了挥手，周围的景象顿时开始波动起来，水波一般。待画面全部消失，叶小小也随着消失不见。店主，店主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个从虚空中探出来的手是谁？已经没有事了。米峰的尸体现在在何处？已经被风石城的人收回去了。派几个人暗中盯着，看他们是否珍藏安葬了他。另外，准备最高等级的规格，把他送回我们天鸾殿的英灵堂。那黑石城呢？留着吧。传令下去，启程回云霄圣地。黑石城。是你杀了风儿，是你逼死了他。
天鸾殿的人呢？回城主已经退兵了。我儿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了整座黑石城，无论他生前有多少过错，都理应化解，归于祖祀之中。至于你们，各奔前程吧。黄沙遮蔽了天空，龙主应该就在前方了。这是最后一条黑沙天蟒了，也是最为强大的一条。如果我们杀死它的话，我们几座城池就全部安全了。黑沙天蟒一直是九城联盟西部几座主城的心腹大患，一条数百丈长的巨蟒正盘踞在此。杀！巨蟒长身而起，仰天嘶吼，一口咬向冲来的龙主。然而长枪豁然变大，犹如重锤，结结实实地砸在巨蟒的两只鼻孔的正中心。黑沙蟒王九品巅峰妖兽，身如钢骨，皮如金铁。杀！在龙主的带领下，巨大的九品巅峰妖兽黑沙蟒王终于长嘶一声，摔倒在地。龙主，龙主！叶龙看着远方的太阳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龙主威武！龙主太帅了，帅到掉渣渣！小小，嘿嘿，龙主，你刚刚好威武呀！大伯也回来了吗？你们这一趟可去得够久的，都去哪里玩了？北方，先是穿过了青谷高岭，然后去了一个叫做永东的国度，里面都是雪，白得要死。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年，然后又穿过青谷高岭跑了回来。真精彩呀！那下次你跟着大伯一起去呗。可以啊，求之不得呢。跟着大伯绝对有好处，看你就知道了。你能放下真龙阁的人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他们现在可都是以你为尊呐。那又怎样？我走了，真龙阁还能解散了不成？我们又不是凡人组成的帮会，都是修士，离开个30-50年完全不成问题啊。是这样的吗？那为什么他感觉自己的天仙会要是离开了他就生存不下去了呢？凝聚力，无论是天仙会还是天鸾殿，其实都缺乏足够的凝聚力，而真龙阁是叶龙用强大的实力还有自己出色的人格魅力所组建而成，这才是可以真正的屹立不倒的势力。好吧，那你就尽快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回家吧，大伯正在等你呢。这回我们几个可能都要陪着他老人家一起去往世界各地上蹿下跳喽。天府书院地下密室，他还是不肯吗？是的，灰须子大人，自从他杀害了天地院所有天将，被我们擒下之后，就始终一言不发，更别说代表我们书院参战了。他的底细都查清楚了没？清楚了。叶秦瑶是6年前加入书院的，来自于九城联盟北方边陲的一座小城池，隶属宿城。只不过他的家族似乎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，目前在九城那边影响力颇大，就连曾经的云霄城也变成了云霄圣地。他族中的那位家主被那里的人们称之为叶圣，弹丸之地也敢称圣。中州那边也只有寥寥几个圣地罢了，无不是上万年的仙境之地。九城虽然贫瘠，但地方很大，总院那边还是比较看重这里，尽快说服他吧，必要时可以用上某些其他的手段，比如利用他的族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大人放心，在争夺战之前，我一定会办妥这件事情。你这地方没问题吧？加强防守，他非凡人，可不能让他给逃脱了。绝对没问题，这里本就是为了关押穷凶极恶之辈专门布置的地方，即便是渡劫期的修士，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，也没有人能偷偷的潜入进来。那就好。真没想到在这种小地方竟然也能发现如此妖孽般的天才。有他替书院出战，九城联盟这片地方基本上说是十拿九稳。一朵黄色的花瓣从天空中缓缓飘了下来，落在他的腿上。叶秦瑶疑惑，这里怎么会凭空出现一朵花瓣呢？而且花瓣上面的气息似乎还有点熟悉的样子。你竟然混得这么惨！妹妹，你回来了。你这是怎么啦？咋被关起来了？唉，说来话长。天府书院、天地院的所有学生，
那他们为啥没有暴走，然后宰了你啊？第一，他们做不到；第二，他们想让我去参加一场战斗，这场战斗似乎关系到九城联盟这片地域的归属问题，有好几个超级势力都参与其中呢。脑子有坑吧？九城联盟什么时候轮到一群不相干的人说话了？说是大伯知道，还不一巴掌拍死他们？那你怎么不回家告诉我们呢？我忘了，你被关起来了。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。有大伯送我的红尘镜，他们怎么可能关得住我呢？我留在这里，只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。那个东西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而且力量极其可怕，一旦放开，可能会侵染大地，甚至能影响一定范围内的规则。我猜接下来的所谓战斗，就是与这种东西有关的。那是啥玩意儿？在哪儿？你找到了吗？就在天地院后山的某个地方，是我当时开启红尘天幕无意间感觉到的。我已经让一个朋友去查探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别那么麻烦吧，现在大伯已经回来了，让他来就是打个响指的事情。你先跟我回去吧，到时候再一起过来。你回去跟大伯说说吧，我先留在这里，以免打草惊蛇，他们也奈何不了我。走的时候把我的朋友也带着吧，他留在这里其实还有点危险的。得嘞，那我走了姐。叶清瑶摇了摇头，随后再次闭上了眼睛。镜湖中心岛启蒙树下，叶随风坐在水潭边上，悠然地吃着水果，在他身边放着一根鱼竿，自然地垂在水潭中。父亲，快过来。父亲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？傻丫头，怎么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啊？有我呢，你还担心什么？爹，到底怎么了？跟爹说说。爹，我没能打下东部所有的城池。这算啥事儿啊？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可是听说了许多店主的传奇故事呢。我还杀了许多人，许多无辜的人。征服之路总有死伤，这很正常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手段过激了，以后多注意点就是。征服有许多道路，而叶黄走上了杀戮之道。叶随风不想去评判什么，总不能强行把他变得跟叶龙一样吧。可是我还因为了自己的私心，逼死了与我一直并肩战斗的伙伴。既然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就及时改正。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，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，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发生2次，知道了吗？爹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只懂杀戮、无情残暴的刽子手？傻孩子，无论你变成什么，你都是我的女儿。我还记得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本心，杀戮这条道路也是可以的。你忘了吗？他已经明白女儿的心魔不是因为别的，正是源于自己。爹，你能再抱我一会儿吗？真是个傻姑娘。你赢了，堂妹。真没想到你已经把东部全部拿下了。西边那边啊，我也只是刚刚收服了所有的主城罢了。不，是你赢了。我只是利用杀戮所带来的恐惧吓住了他们，而你是真正受到他们的拥护，你才是更加适合统治的那个人。他的征服之路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：伟、光、正。你也就别谦虚了。如果我们俩现在打一架呀，躺下的绝对是我自己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应该是小小的天仙会最厉害了。我被他一根手指头就戳得晕了过去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见过他了，的确很强，但也不可能是你的对手啊。这是真的，等他回来你去问问就知道了。他去接瑶琴姐了，也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。天空中，一头庞大的七彩鸾鸟急速划过，妍希坐在鸾鸟背上，感受着呼呼的风声，面色发白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抓我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小宝贝，跟我来吧。你带我来云霄城做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认识叶清瑶，还有叶家的家主叶随风。啊，你竟然来过这儿？是的，我曾经拜访过叶家家主，
然后带走了叶秦瑶，与他一同前往天府书院的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叶瑶琴的妹妹，亲妹妹哟。他跟我说你在书院的处境不是很安全，所以让我把你先带回云霄城。妍希姐，你脸色咋有点白？是不是刚才没坐稳，颠着了？老七，你以后要再敢飞不稳，我把你送到古幽兰那里去。我为什么脸色苍白？你心里真的没点数吗？啊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跟秦瑶姐说上话的？她现在的处境更加危险，我们得赶紧去救她。不着急，我姐厉害着呢，他们拿她没办法。我们先去见一个人，看看接下来应该怎么玩。说完，叶小小拉着妍希向镜湖方向走去。上次来的时候，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子呢，感觉这片地方比我们宗门修炼秘境中的灵气还要浓郁好几倍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宗门不是都很弱吗？我们那边的宗门和九城这边不同，那边基本上都是强大的宗门所管理的。我所在的是一个一品大宗，名为太羽宗，掌管着地域，差不多半个九城联盟那么大。我们掌门更是渡劫期的大能修士。我家里的一只憨熊也是渡劫期的。你先在这里玩，我过去一下。叶小小说完，就飞到了镜湖中央的湖心小岛，随后转头看了看不远处，那里还真有一只熊，它直立着身体，单手拿着一根长长的鱼叉，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，果真挺憨的。就它渡劫期，那除非湖里的鲤鱼也是渡劫期。不属于此方世界，气息强大，可以浸染大地，改变规则的东西啊，我姐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啥。对了，他们还逼我姐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战斗，说是赢了之后就能拥有九城联盟这片地方。我姐宁死不从，贞洁烈女。这样吧，你再回去一趟，告诉秦瑶接受那个战斗，我们也会过去看看到底都有谁想要九城这片地域。种树大业也就从那里开始吧。嘿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搞事情了。那你还不快去？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大伯，你也给我弄个什么镜子呗，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，或者叶黄姐的那种剑气也行，可帅了。哇，你手上这枚戒指好漂亮啊，要不然就送给我了呗。一边去。可是他们都有你送的宝贝，就我没有。你也想要？那是这样的，你先去通知你姐，然后在那里准备好住的地方，等着我们过去。到时候啊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反悔啊。绝对不会。大伯你真好。叶随风看着他离开的地方。礼物嘛，太简单了，到时候问叶谦要一本道德经什么的，再来个810本习题和试卷。大人给孩子的礼物送一套习题简直太正常了，你说是吧？根据叶小小传递而来的信息，叶秦瑶参加的所谓战斗半个月之后就要开始了。叶随风准备提前过去看看。天鸾殿的主要职责是清理，而真龙阁的主要职责是统治。至于叶小小的天仙会呢，才熟悉南方的社会呢，暂由陆明和狂大力统领。他们定下计划，若是等九城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之后，天龙殿、真龙阁、天仙会、天下书院，还有代表圣城的圣地本身，五方势力就会分头行动，各自选择一个方向，打出九城，打向全天下。天府书院禁闭室的最底层。院长，我想通了，我愿意为天府书院而战。大人，他来了。秦瑶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替书院出战，这是你的福泽和造化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契约。运气亦或是厄运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住口！你竟然敢这么跟大人说话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秦瑶，你知道你在天地院中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你应该关心一下的。我举几个例子吧。童风，一品大宗主凌云宗宗主之子；万冬儿，一品大宗赤荆宗太上长老的孙女儿，曾打破宗门内无数记录，被誉为千年一遇的天之娇女；文太初，东部元开帝国的19皇子，
乃是元开大帝最喜欢的一个皇子，其修炼天赋更是在所有的皇子之首。这些人无不背景强大，若是让那些人知道是你杀了他们的天骄，哼，你猜猜看，他们会不会愤怒？我知道他们，但我只记得他们跪在我脚下求饶的样子。好，有魄力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气盛的年轻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你不怕他们，你的亲朋好友呢？你的族人呢？他们能抵挡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吗？万一他们找过去，你怎么办？他们还是不要找过去的好。你明白就好。不过你并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代表书院出战赢下战斗，并且以后完全听从书院的安排，我会保证那些势力是绝不会伤害你们分毫的，因为在他们头顶还有我们天府书院。搞了半天你就是想说天府书院是多么的强大呗？我的事情由我家里的家长负责，想要我替你们卖命，到时候你找我家家长呗，看他会不会答应。凌云宗是星海群山中偏北部的一个超级宗门，身为一品大宗，凌云宗掌管方圆数十万里的疆域。凌云宗的宗主名叫童尚清，是一位渡劫期的大能修士。师尊，元昊啊，师尊，您节哀，小师弟的事情我们谁也不想的，早知道我就不让风儿去天府书院了。本以为他在那边能学到更好的东西，却没想到他死在了秘境试炼之中。师尊，其实这种事情也并非不能预料，小师弟的性格你也知道。闭嘴！师尊恕罪，他已经死了，你竟然还要编排他？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是书院那边的消息，有一位大人亲自带着神选者来了，这2天应该就会到。哼，这个神选者的名额本来是我们家风儿的，有没有那个神选者的信息？有的，神选者名叫叶清瑶，是位女子，也是天地院的学生，听说是来自于北方边陲地区的一位天才，于6年前加入天府书院的。书院这是没人了吗？没了我家风儿，竟然派出这样的人来，就不怕在天命之战上丢脸吗？该死的东西，竟然敢抢走我家风儿的名额！师尊，此次前来的是总院的一位大人，地位超然，您可千万别冲动啊！你当本座是愣头青吗？我自然不会亲自对付他，只不过，呵呵，要知道某些年轻人可是很气盛的，若是有人出手教训了那个边陲的乡下女人，或许那位大人还会开心呢，毕竟他对于9城那块蛮荒地还是很在意的。行了，好好准备吧，让我们看看这位从天地院中出类拔萃的女子到底成色如何。1天后，一艘巨大的船楼行驶在山岭上，很快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脉出现在眼前。我们到了。这是哪里？凌云宗，就是被你杀死的童风所在的宗门。凌云宗的宗主就是童风的父亲。刚来就又要大开杀戒了吗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童风他们的死亡，我们暂时的回应是他在秘境探险中意外身亡。只要你尽力赢得天命之战，就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干的。叶秦瑶点了点头，心想这童风的父亲可真惨，连自己儿子的真正死因都不知道。只不过按照童尚清的脾气，估计会使唤一些不错的小家伙来找你麻烦，到时候尽量不要弄出人命来。这个我不敢跟你保证。没事，如果对方太过分，杀就杀了，以下犯上本身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。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这天命之战的地点到底在哪儿啊？就在距离凌云宗的不远处，那里有一处天然的秘境，正好可以用作战斗场所。过2天呢，我会带你过去熟悉一下。参与战斗的都是那方面势力，我总得知道我的对手是谁。天命之战一共有6个势力角逐，天府书院，东方的崇光帝国，东南的明暗帝国，
西方的恶神教、万宝阁，还有中州的天算圣地，是真正的圣地哦。还有万宝阁？万宝阁不参与普通的争斗，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图谋，可别小看了他。最有可能对你造成威胁的对手，大概率就是万宝阁了。你为什么现在肯与我说了呢？这世上某些强大的存在超乎你的想象，我身份特殊，若是在外界提到他们，很快就会被他们所感知，到时候危险的是你，所以到了这里我才能与你提起。说完，魂虚子大手一挥，一层薄薄的透明光罩在头顶荡漾。只要到了这种地方，就再也没有人能窥探到我们了。然而就在他刚说完之后，一只白嫩小巧的手忽然在他脑后出现，作势要弹他一个脑瓜崩。大人，我们到了。魂虚子大人，甄玄院长，欢迎来到凌云宗。凌公子的事情，本座也非常惋惜。修炼一途，难免坎坷，希望你节哀顺变。玄子缺少了福泽和气运，也怨不得谁。天玄子，就这？哼，小道儿。佟掌教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，就是书院本次的神选者，名为叶秦瑶。他初来乍到，许多方面都不是很清楚，不如你让人引着他四处看看吧。如此甚好。元昊，带着这位秦瑶仙子领略一下我们凌云宗的风景吧。仙子，请。大人，院长，请吧。片刻之后，叶秦瑶跟随元昊一起来到了一处风景优美之地。这里是喜宴池，凌云宗核心弟子的悟道之地。秦瑶仙子，怎么了？我知仙子实力强大，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你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无妨。元昊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掌教喊你过去呢，你快跟我走吧。元昊师兄，掌教大人可在等你呢。随后向叶秦瑶示了个眼色，随着少年一同离去了。喂，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我凌云宗的禁地之中？想找麻烦就过来吧。放肆，真是太嚣张了！贼子，休得猖狂！你别忘了，这里是凌云宗。真的，别废话了，再多说一句，我就主动出手了。你找死！一个阳之玉瓶抛出，迎风暴涨，变成了小山一般，直接压向叶秦瑶的头顶。轰的一声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青年直接闷哼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，本命法宝受损，他这个本体也遭受到了重创。快退！水草速度极快，钢针一般，直接穿透了他的丹田。巨大的痛苦之下，让他摔倒在地。忽然，一把锋利的匕首凭空出现在他头顶。早就看到你了。叶秦瑶挥手，一个瘦瘦的身影从虚空中落下。你竟敢取代风痛师兄的资格，凌云宗容不下你！哼，叶秦瑶，不要以为你天下无敌了，比你强的人还有许多。我们凌云宗……好多废话呀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姐，快把那只龙鱼王钓上来吧，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哎呀，又空干了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样是不行的。那鱼王就跟着他不咬钩，就调戏你，你就不能惯着他。哗啦一下，说着，叶小小纵身一跃，直接跳下水，一拳就砸在了龙鱼王的脑袋上。大伯呀，你赶紧来吧！叶家主，天府书院就在那边。这时，叶随风心念一动，打了个响指。啊，这不是小小的猴子吗？是的，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信息。他为什么不好好说话？你指望他能好好说话？秦瑶他们已经离开了，那个疑似神魔残留的东西还在这里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前辈，这是炼狱杀阵，一旦触发将很难逃脱，我们要小心点，最好能想办法潜入进去。好。轰隆一声，炼狱杀阵瞬间爆碎。啊，您说得好，好在哪儿啊？二话不说直接摧毁阵法，这就是秦瑶长辈的风格吗？走，提袭是一头妖兽，快去请副院长。妖孽，休的！轰的一声，巨大的碰撞发生了。副院长口吐鲜血，神色骇然，快去通知院长大人。幸好这几天自己没对他有什么不敬的地方，藏得还挺好啊。
这似乎真的不是我们世界的气息啊。连规则都不太一样。一定是神魔残留，想不到这里竟然就有了。进去吧，率先跳下水潭。片刻之后，他们来到潭水底部，一座刻满符印的洞穴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是什么？它在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这就不属于我们世界的规则。所以那些人就是利用这种恐怖的东西来侵蚀世界的。面前的这种东西，其自身所携带的法则超出了这个世界的本身，所以在天道之灵溃散、启蒙术不在的情况下，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改变世界，汲取世界本源，壮大自身。如果这种类似的东西很多的话，那正如天界老人所说，世界真的已经濒临到死亡的边缘了。深潭底部，在叶龙试探了一次之后，其他人都不敢再擅自闯入了。你们就站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去买个局。我过去看看。刚刚进入洞穴，无数黑色触手立即涌了过来，天道界发出蒙蒙的光辉，形成了一个黑色护罩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祭坛的面前，几根黑色的毫毛如钢针一般相互交错着，似乎感受到了来自于外界的威胁，此时变得有些焦躁不安。看看这是哪个？天机盘上显示的就是神魔残留此时侵染世界规则的比例。莫非它只是一部分？那是一支断裂的毛笔，这么一点点残留物就有如此强大的侵染能力，这么想见我，那就成全你。说完，在不影响外界的前提下，他放开了一丝微小的缺口，几根毫毛在感受到缺口之后，立即就跟发了疯一样，直接冲了进去，突破天道法则，与叶随风的身体正面相对。仅仅一瞬间，他们又开始往回钻，而且更加焦急和疯狂。这种法则果然超越了这个世界。接下来就看看启蒙术是怎么进化他们的吧。幼苗来到了主世界之中，与种植的镜湖的内珠一样，很快就融合了主世界的法则。叶随风看见那些被包围的黑色触手逐渐缩成一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竟是被光雾全部吞噬掉了。随后天道法则竟也成长了，有点意思啊。此时因为洞穴中已经被净化，其他人也围了上来，看着这棵活泼的启蒙树。这小东西挺别致的啊。叶龙好奇地伸出手想触碰一下它的叶子。他好像只跟我爹比较亲近啊。启蒙树的种子是前辈培育的，它的幼苗也是前辈养大的，现在也是前辈把他们带到主世界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他们已经把前辈认作自己的父亲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忽然多了上万个弟弟妹妹。七彩鸾鸟从天府书院后山腾空而起，叶随风离开之前，把启蒙树留在了那个洞穴之中。那里位置不错，刚好可以种下一株。等它长成到某一个阶段之后，就会与那镜湖中的那棵连接在一起，共同净化和提升整个世界。天府书院的副院长看到七彩鸾鸟远去，祖宗终于是走了。院长，那头恐怖的妖兽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或许就是过来找点水喝。那种级别的存在，我们岂能摸清他们的脾气？通知院长大人了没？已经通知过了。书院大阵的破损情况呢？还好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他似乎就是单纯的路过，只是打破了大阵，没有损害到阵法根基。那就好啊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那头七彩鸾鸟似乎就是无意间闯入罢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连书院极其丰富的修炼资源都不抢呢？凌云宗，远古那边都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妥当了。我们已经在地火风暴中建好了一处别院，如果大人想提前过去的话，现在就可以。渊谷就是天命之战的决战之地，不过在渊谷最深处有一处天然的秘境，秘境中资源并不是很多，但里面的环境极其特殊，正好适合五方势力在里面角逐。不急，让叶秦瑶先熟悉下这里的环境，毕竟星海群山这边与九城那片贫瘠的区域区别还是非常大的。大人，
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？说。我其实不是很明白，书院天才辈出，天之骄子比比皆是，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一个边远地区的人呢？那叶秦瑶我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佟掌教，你要是认为他不够资格，其实也可以让凌云宗的天骄去试试的。我倒是希望能有更加强大的人选，而且我相信呢，你已经这么做了。那大人可说好了，我对自家的那群小子们可是很有信心的。佟掌教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太低估了叶秦瑶。如要试探，就派出最强的人，可别让一些虾兵蟹将过去。若是让凌云宗损失过多，对你或者对书院而言，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没想到大人对那叶秦瑶如此有信心。这么说来，此次的天命之战也是手到擒来了吧？这种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叶秦瑶很强，但保不准万宝阁那种地方又会出来什么样的妖孽。要知道他们所掌管的东西可比我们还要强大呀。只不过无论叶秦瑶是输是赢，我们都不会放弃九城那片地方的。你以为书院在九城南部扎根上百年，难道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早就把它带来了一部分。如果叶秦瑶赢了，就顺便唤醒，如果输了，也会分一杯羹的。忽然，两个身影分别从他们背后匆匆而来，郑玄还有袁浩。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？大人，书院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有一头9阶巅峰的妖兽强闯书院，最后去了后山。混血子顿时一变，后山可是放置那件东西的地方，可千万不敢出问题啊。他做了什么？倒也没什么。听副院长说，那妖兽似乎就是恰巧路过罢了，也没杀人，也没抢夺资源，停了一会儿就走了。还是回去一趟检查一下吧，他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。你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什么？连七方都败了？是的，这一个回合，七方师兄就倒在了叶秦瑶的脚下，生死不知。而且仙池里面那只您亲自喂养的龙鱼王已经被他烤着吃了。竟敢吃我的鱼！你先稳住他，我马上就来。恰在此时，魂虚子也回来了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刚刚还相谈甚欢的两人，忽然都觉得对方怎么越看越晦气呢？凌云宗喜宴池，不好吃，真不好吃。那你还吃得这么快？我是饿了，好吧？要是古幽兰来做这条鱼，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。这会儿怎么没人来了？我还没做过瘾呢。再等一会儿吧，若是没人来，我就去找他们。哼，真以为我是好惹的吗？姐，几年不见，你现在不但好凶，还好凶呀！已经来了。那你先玩，我在背后罩着你。一个气息强大的身影从天而降，正是佟尚清。叶秦瑶，你！佟掌教，你们凌云宗欺人太甚，是没有把我叶秦瑶放在眼里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乃书院的神选者，前来你们凌云宗，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，却屡次遭到刺杀，吃条鱼都吃不安生。你是想与我生死搏杀吗？叶秦瑶，你不要太猖狂了。那条龙鱼是本座亲自养大的灵兽，凌云宗未来的护宗神兽，竟然被你当作口腹之食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种事情又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有什么罪？若是你无法接受，那就战吧，让我看看一品大宗的掌教实力到底如何。我劝你收回刚才的话，魂虚子大人刚刚离开，现在没有人能护着你。一宗之主如此啰嗦，怯战了吗？你找死！给我来！渡劫期的庞大力量轰然爆发，一股绝强的吸引力降临在叶秦瑶的身上。哼，就这呀？你给我死吧！他探出纤纤玉指，拨动琴弦，一圈透明的波纹瞬间从古琴上荡漾开来，轰隆一声，瞬间地动山摇。他们看见自己一直无比向往的那个悟道之地直接炸了，石块、湖水、
泥土、花草，还有一群的龙鱼飞上天空。我要杀了你！他玉指滑动，一首玄奥的曲子传遍了凌云宗。随后，一道暗红色的大幕从天而降，红尘天幕，世界变成了红色，什么都看不清，什么也听不见。片刻之后，天幕散去，人们只看见凌云宗的主峰已经塌了一半。叶秦瑶站在虚空之中，俯视主峰峰顶。童尚京此时已是满身鲜血，瘫倒在地。哼，你死定了！现在就算是魂虚子在这里，也保不住你了。4道极其恐怖的气息从地下爆发而出。拜见老祖！敢在凌云宗作乱，杀无赦！4位老祖同时大吼，恐怖的气机直接冲向叶秦瑶。叶秦瑶闷哼一声，琴声戛然而止。就在他准备唤出红尘镜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花朵从大地深处绽放开来，那是一朵天仙子。他为什么会这么强？他们人呢？天空中，一个红色的身影如魔神一般静静站立。小浩，爹，还有高手。幽蓝色的雾气逐渐弥漫上来，萦绕在他们身体周围。这种诡异的雾气竟能直接作用在神魂之上，究竟是何人？手段如此可怖。几位，不妨我们先聊聊。毁我山门，伤我弟子，还想和谈？白日做梦！拿命来吧！忽然，一个小手从虚空中探出，叶秦瑶的身体整个被拉进了虚空。好了，真该死！若是被我找到，一定将他们碎尸万段。真抗揍！摸了摸后脑勺，竟然见血了。那他妈是什么板砖呢？小心，又来了！一拳就轰了过去。可惜那人已经缩了回去，只留下阵阵的笑声。叶秦瑶在另一个干瘦的道人背后出现，道人闷哼一声，气血翻涌。可当他要锁定叶秦瑶时，他又消失了。该死，该死！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啊！你们究竟是何人？不要太过分了，我们凌云宗是受到天府书院的庇护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4位老祖的力量已经逐渐开始走了下坡路。阁下，停下来吧，不妨我们好好聊聊，没有什么恩怨是化解不了的。片刻之后，叶秦瑶的身影再次显现而出。你们现在肯好好的聊聊了？天府书院直直地向着后山飞去，阵法完好无损，先下去看看吧。片刻之后，两人来到幽潭底部，面前是一个洞穴。还好，大人，我们还是多虑了。那虽然是一头接近圣兽的家伙，但也不可能接近此等无上之物的，关系到天命的事情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随后与郑玄一起离开了幽潭底部，而在某种逆天阵法的遮盖之下，一颗翠绿色的幼苗舒展枝叶，似乎在跟他们道别一样。魂虚子便与郑玄二人再次向着凌云宗的方向飞去。大人，我们不用这般着急吧？尽量跟上。魂虚子沉声道，生物出了问题，我心急之下赶了回来，现在才想起来，那童尚卿好像亲自去对付叶秦瑶了。童尚卿再怎么样也不敢伤害我们书院的人吧，无非就是让叶秦瑶吃点苦头罢了。那就是个疯子，发起疯来谁都不认。我担心叶秦瑶会有危险，天命之战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凌云宗宗主大殿，童尚卿，你可知罪？打不过叶秦瑶，就只能把怒气撒在他身上了。弟子知罪。仙子，您看？罢了，恃强凌弱是你们的习惯，我也知道。你们现在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了。其实对于凌云宗，我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也从来没有关心过。你们不来惹我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在天命之阵结束之前，不希望再有任何人以莫名其妙的原因来打扰我。若是还有，我可以用童掌教的原话来告诉你们，连魂虚子都保不住你们。这个场景
让他想起了大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讲道理，但是自身强大是让其他人入座下来讲道理的前提。凌云宗后山，姐，我没开玩笑，你现在真的好凶啊！人事就是这样，你软弱就会受到欺负，不一次性打疼了他们，他们还会再想办法找回场子，打了小的来老的，太麻烦了。是啊，我也发现了这个道理，只不过我一般都是在别人欺负我之前，先把他扁一顿，把麻烦事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姐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在6年前那次失恋中，你找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？我当时其实是骗了大伯的。啊？当时我说我进入红尘境第2重时光，在那里现实中的一天就是10年，但其实我进入第3层时光之境，在那里度过了整整1000年，10几个百年，数十段不同的人生，没有让我找到方向，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强大是所有方向的前提，只有像大伯那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难怪我感觉你的做事方法跟大伯是越来越像了。如果非说找到方向，那只能是成为像大伯那样的人吧。我不想成为他，你看他整天就是看书、吃饭、睡觉，然后现在又要去种什么莫名其妙的树，无聊的要死，也不知道找个漂亮女人给叶黄姐生几个弟弟妹妹什么的。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你、我、叶黄、叶龙、叶谦，我们5个人理想和目标都是不相同的。大伯也一直在放任我们各自成长，要不然就你这种性格，早就被他屁股打开花了。姐，别看我个头小，就以为我没长大呢。唉，你说，要是我们永远长不大，该有多好。群山之中，这是一处广阔的山谷，山谷正中央，一个巨大的天坑深不见底。这里就是天命之战的地点吗？根据小小留下来的信息，地点就在天坑底部的一个秘境中，距离天命之战开启还有几天时间，我们先进城再等等吧。你要摧毁大阵吗？我也想试试，这个阵法应该没有多强。你咋这么暴力？人家布置一个防护大阵多不容易的，这次还是低调一点吧。这时，一头7品飞行妖兽玄翅虎气势磅礴地落了下来，顿时引起旁人的一阵惊叹呐。哼，一群臭乡巴佬！烟筒小仙子，这里的修士啊，大多都是来渊城淘金的普通修士罢了。不过，负责看管渊城的凌云宗，与我们太羽宗一样，都是1品大宗，而且临近盛会，许多大势力都会前来观战，我们还是收敛一些比较好。切，怕什么？我有林鹏哥护着我呢，谁敢欺负我，就是找死！哼！谁让人家严童搭上了林鹏圣子呢？那可是天算圣地最为出色的天骄之辈啊！江老，我听说天府书院这次也会派人过来是吧？是的，书院也是在其中参战的一方。哼，要是他能跟着一起来就太好了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最后是我得到了林鹏哥。现在看来，严童的目的不只是林鹏，还有当年那个被赶走的可怜女孩。真希望现在就能见到他，让他看看本该属于他的待遇却落到我的头上，而自己只能在书院中悲凉一生，那种场面是多么的让人期待呀！一股强大到令人心悸的气息从天上直扑而来，那竟是一头9品的恐怖妖兽。快躲开！鸾鸟轰隆一声站在高台之上，展开100米巨翅，仰天长鸣。恐怖的威压让高台上的其他妖兽，包括刚才威风凛凛的玄翅虎，全都吓得瑟瑟发抖，卧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。行了，随后鸾鸟迅速缩小，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有些猥琐的道人。大伯，您的低调我这是见识到了。小龙子，我让你回来不是让你来吐槽我的，我这不是在学习大伯您的风采吗？前辈，我们是凌云宗管理的。别慌，我们就是来进城的。
这里是入口吧？是的，前辈。从这里可以进入渊城，每个人的通行费是1000枚灵石。当他们准备进去的时候，却发现妍希没有跟上来，而是站在后方愣愣地看着高台边缘那边的一个老者，还有一个少女。江爷爷，小希啊，好久不见了。熟人，在这里能遇到熟人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缘分呐。不，叶家主，我已经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叶随风看了看他们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带着一群人消失在渊城入口处。怎么可能？他的身边怎么可能有那么强大的人？他怎么可能骑上那么可怕的妖兽？他不应该独自待在书院中悲凉痛哭吗？不，我绝不相信。有人打上凌云宗了吗？他们果然还是动手了。同上京。若是叶秦瑶被杀或者身受重伤，影响到接下来的天命之战，他是绝对饶不了凌云宗的。同上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个问题大人还是亲自询问叶秦瑶比较好。他人呢？在后山仙园歇息呢。老祖们给他安排了凌云宗最宝贵的地方。老祖们？是啊，4位老祖保住了我们凌云宗，让我们免受覆灭的结局。啥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他只是打败了我们所有人罢了。片刻之后，后山仙园。叶秦瑶，你怎能将童掌门打成那般模样？他的生命本源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。他要擒我总不能站在那里束手就擒吧？您说是吧？可你也不能一怒之下摧毁半个凌云宗啊！凌云宗是我们书院一枚重要的棋子，若是覆灭了他，总院那边饶不了我们。不是饶不了你，滚虚子大人，我想你不应该忘了，我并不是总院的人，这次天命之战也是迫于无奈才选择了参加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如果你还想让我代替天府书院出战，最好不要总是一副命令的姿态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这个年仅20出头的女子，她怎么敢的？魂虚子的手缓缓摸向了一个布满黑色纹路的玉符，然而片刻之后还是松开了。年轻人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太年轻了。在这个世界，凌驾于我们头顶的人比比皆是，若锋芒太盛，总有一天要遭受受教了。总之，若是你能拿下天命之战，以往的一切我们一笔勾销；若是不能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魂虚子飘身离去，叶秦瑶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不见。姐，他竟然敢威胁你，我们找个机会挖个坑把他埋了。这个人吧，其实做人做事都还不错，只不过他早已经习惯于居高临下，可能在他的眼中，服从才是别人应该做的事。他是没见过大伯，格局太小。谁在没有见过大伯之前，格局都不会太大，都不会明白凌驾于我们头顶的人到底有多么遥不可及。对了，大伯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吧？是啊，姐，要不然我先去找他们，我怕他们神生地不熟的，惹到了什么不该惹的人。叶秦瑶无语，你想去就去呗，找的什么破借口？快去吧，刚好我这里有一段曲子要完善，需要静心。渊城，这里也有万宝阁，进去看看。爹，你不会又要把人家的家当全部给搬空了吧？你怎么也吐槽我，搞得你爹我像个暴发户一样。与此同时，万宝阁顶层，几个气息非常强大的存在正坐在里面。其中一人，如果古万新在这里的话，一定会认出他就是当时速成的执事沈天明。我再劝你们一句，9城联盟那片地方，我们最好不要插足。叶随风一行人走下来，这跟我们那里相差挺多的。宗门管理的地方比较松散，没有太多的世俗向的规矩，当然争斗也多。伙计，这个地火石是什么东西啊？您是头一次来渊城吧？这地火石啊，就是我们渊城的特产，
乃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宝物。拿来一个，我看看。这种东西应该还有更优良的吧？当然，您手中的只是下品的地火石，在它之上还有中品、上品、极品3个等级。您看您需要哪个？看看极品的。好嘞，那您这边请，我去叫掌柜的。极品地火石太珍贵了，我不能做主，您请见谅。无妨。随后他来到一间内堂中，客套话免却，我看看东西，满意的话就买了。如您所愿。这枚石头好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上升了几分。客官，您小心点，它里面的地火非常狂暴，可能会伤到……没有更高品质的了吗？您不满意吗？那个客官，有是有，但它的价格……听着，我不想再听到什么身份价格的问题，有就拿出来，我不会付不起的。好的好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再次回来。抱歉客官，火晶的能量太过强大，只能用千年玄体来封印住。那是一团无比纯粹已经化形了的地火能量，火鸟腾飞，携带着狂暴的气势，直接冲向叶随风。价格，如果用上品灵石来算的话，一枚火晶需要1亿枚上品灵石，不过也可以用其他宝物来换，我们会评估一个绝对合适的价值。我用灵石，灵石的数量好久都没下降过了，真烦。你这里一共有多少这种火晶？我们一共有31颗。这么少？客官，此等宝物所获之人一般都会留作己用，不会出售给万宝阁。如果您真的需要，可以去渊谷那边，那里最近恰好在爆发地火大潮，会有不少火晶出现的，当然也会有不少强大的修士前去争抢。那就这样吧，你把现在所有的火晶都拿来，还有极品火晶石也全部拿来，这玩意儿还多少有那么点作用。玉红大哥，快救我，我眼睛瞎了。仙主，那么开心干嘛？你又把谁家房子上的瓦给掀了？哪有，我就是单纯的高兴。不行啊，还有，要说拆房子，我姐比我擅长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谁敢在万宝阁放肆？干嘛呢？都给我滚开！贵客，没惊扰到您吧？没事，你忙你的。说完，他便招呼叶皇他们一同离开了万宝阁。这种级别的人一定非同小可，要尽快跟阁主大人禀报啊！听说似乎有主阁那边的人来到渊城了呢。万宝阁顶层，沈天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方阁主，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九城联盟那片地方，我们不能轻易去动它。那照你的意思，我们万宝阁要放弃这次的天命之战了不成？没错。你放屁！小子，不要以为你现在有了执事的职位，就能够在渊城说三道四。老子为了天命之战，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岂是你放出3两个狗屁就能给否定了？行了，你们3人都为我们万宝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发生口角。大执事，不是我脾气大，是这小子说话太不着边际了。我就是因为天命之战才被主阁派到渊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小子说不搞就不搞了。他是好，建成了我们万宝阁第2座9层起源塔，风光无限呐。我呢，要是搞砸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在9城那边的布局就砸在了我的手上，受罚的还是我。没有布局了，我已经让人把起源塔送回主阁去了。你说真的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小子就是纯粹的疯掉了。你到底要为什么这么做？拿下9城是主阁高层的命令，你也敢擅自做主？大执事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那边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，而且已经统一了9城联盟，我们在没有准备之下是不能轻易过去的。就是你说的那个叶家。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叶家的发展，那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。叶家家主叶随风实力，我现在即便是已经步入了渡劫期，也无法看到他的高度到底在哪里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完全可以亲自探查一番的。叶家几乎是每天一个样子，仅仅出动2个嫡系子弟，
6年时间就把整个9城全部拿下了。他曾经去看过叶皇在黄叶城留下的那一剑，那种毁灭的气息让他毛骨悚然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向主阁汇报呢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可是主阁的反应其实和你们差不多，他们不相信一个边陲的弱小势力在几年的时间里就能威胁到万宝阁，他们觉得我还太年轻，判断有误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派人过来。想来想去，他还是觉得可行性几乎是为零。5、6年而已，闭关一次都比这时间长，但沈天明这个孩子他还是比较了解的，绝对不会做出哗众取宠之事。离天命之战还有4天，我们可以走个来回的，去看看就什么都知道了。那叶家真的不好惹。我们沈家人什么时候这么容易就被吓破胆了？宁月，哼，宁月仙子，我可是等了你好久了呀。你就是这次的天选者？不错。沈宁月已经从神门试炼归来，而且得到了神物本源真传。这次天命之战，我们手到擒来。不行，妹妹，你绝对不能参加这次天命之战。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回去，反正祈元塔已经送回主阁了，我已经把他追回来了，过不了几天就从送到渊城这边来。哼，沈天明，我没想到数年不见，你竟然变得如此胆小，一个边陲的小家族就能把你吓成这种模样。这是我出关之后的第一战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将他拿下。若是你怕了，就赶紧回家躲在母亲的怀里吧。片刻之后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离开房间。两位大人，方阁主，我有喜报来禀报。哦，什么呀？就在刚才，有人来我们万宝阁，将所有的极品地火石还有火晶全部用灵石买下了。嘿嘿，宁月仙子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这一次我们万宝阁要捷报连连了。哈哈哈哈。此时沈天明已经走远，并没有听见方阁主的笑声，否则他一定会想起有那么一个人同样是这般手笔。渊城渊谷外围，我们先给叶皇姐找火晶吧。这是谁家的小娃娃，简直太可爱了。你以为火晶就这么容易找到吗？小家伙，那可是连渡劫期大能都非常渴望的存在呀。这是我家的娃娃，你有意见吗？前辈恕罪，我食言了。老伯伯，你想要吗？小仙子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，让他走吧。很快这片区域就只剩叶随风几人了，他们最差的都在化神境界，渊谷狂暴的地火对他们并不能造成丝毫的影响。这外面的火晶数量太少了，我下去看看，你们就先待在外面吧。说完，叶随风直接一个闪身跳入渊谷之中。秘境原来在这儿啊，搞得还挺隐秘啊。秘境一共分为5个区域，分别是金木水火土，这里竟是一个罕见的5行秘境。有意思，将来回去之后也可以给云霄城弄个180个来玩玩。约莫过了1刻钟的时间，终于叶随风来到了渊谷最底部。这里一片通红，到处都是毁灭的气息，几乎堪比9天之上的那些天光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无数条纤细的天道法则以莲花为中心呈放射状轰然炸开，通向不知名的远处。到底是啥？无数法则线条在其中穿行而过，每隔100万里就有一个类似于莲花的点，将所有的法则收拢。这是天道的某种节点，每一个节点都是天道的一部分，曾经也都是有生命的，那也是天道的生命，而现在他们死了。世界呀，你他娘的可真惨呐！除非他的世界能出现一个颜值逆天、风度翩翩、实力无限又肯出手救他的人，世界才有生还的可能啊。没错，经过他刚才的发现所得，启蒙树种植在天道节点之中是最恰当的地方。保守估计，原本需要70年左右才能完全长大的启蒙树，如果种在节点之中，只需要50年即可。而且在这里的话，它对于世界的净化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。也好，不
不用我费心思寻找种植地了。随后叶随风直接拔出那朵死去的莲花，将启蒙树的幼苗种在天道节点之中。行吧，叶随风将剩下的半根莲花扔进随身空间。这个天道节点所具现的就是火之法则，所以才会化为岩浆河，孕育出火灵。回去扔给叶皇修炼用。我这算不算把渊城的根儿挖了？有意思。此时渊谷上方，叶皇一行人纷纷使出各自的手段，在滔天的地火中寻找火晶。叶皇姐快来，这有一只大的。追！他们的速度极快，片刻就找到了那个少女。而此时他正在将那只火雀递给到另外一个女子。停下！干嘛？那是本圣子找到的火晶，速速归来。狼女、雨红、裘面、思辰兰几人同样瞪了过去，气势丝毫不弱。这种地方也有如此强大的年轻修士？难道是其他参加天命之战的势力？你们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乃天算圣地的圣子。我，云霄城叶家叶皇。快把火晶还我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们抓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，我也劝你一句，速速离去，以免血溅3尺。你找死！锵的一下，一道剑光直冲霄汉，轰隆一声，峡谷外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。我认出来了，那是天算圣地的人，前几天刚来渊城。好可怕！那对面的那群年轻人又是何方势力？一块板砖在他后脑门处出现，砰的一下，放肆！与此同时，叶龙他们也动手了，一杆长枪裹挟着无边的战意猛烈刺出。富贵更是显化本体，数丈高的长毛黑熊嗷吼一声，一巴掌就把一人拍飞。这真是天算圣地的人？那与之交战的一方又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给我死！叶皇不退反进，迎着林鹏冲上去，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七彩的剑气风暴，一道剑光划过，宝甲寸寸龟裂。狂傲是你们这种人的天性吗？若你刚才好好说话，而不是选择出手轰杀我们，或许也不会在这里丢掉性命。堂妹，算了吧，不至于杀掉他。他在动手的时候可没考虑过我们的死活，所以现在他的人死伤大半，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。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放虎归山是对自己和对自己亲人的不负责。我们没有必要去畏惧一个手下败将吧？叶皇沉默了，但浑身的杀意不减反增。叶龙的手也是没有退却，剑意与战意在两人之间逐渐升腾而起。堂妹，你成长的真是太快了，让我差点都想挑战你了。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，大伯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好说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随后几人直接忽视了林鹏，消失在重新被地火覆盖的渊谷上方。圣子，我去找敬宗大人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我已经得到了一次傲慢的教训了，任何人都不能提起这件事。若是以后见了他们，就绕着走吧。叶随风从渊谷深处回来了，离开渊谷外围，在渊城中买下了一个大院子，然后住了进去。他们打败了天算圣地的圣子，但在最后的时候，叶皇与叶龙却产生了分歧，一个要杀，一个要放。有分歧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毕竟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不同的。家族的那些骨干他们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心意相通的，他不是小孩子了，都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最后才会各自收手。人类的智慧其实就是在分歧和碰撞中产生的，若全都一个模样，那就别有什么进步可言了。大伯说叶皇他们不是小孩子，都懂，那他不懂，不就是在说他还没长大吗？好气啊！几天之后，天命之战正式开始了。对手的一些信息已经拿到了，天府书院，东方的重光帝国，东南的明暗帝国，西方的恶神教万宝阁，还有中州的天算圣地。重光帝国不寰宇，修行之术类似于浩然正气；明暗帝国幽泽，善于鬼道；恶神教废敌，擅长诅咒与厄运之道；天算圣地
林鹏，修行之术霸道狂傲，万宝阁的沈宁月暂时没有他的具体信息。对你来说呀，其他人都问题不大，就是万宝阁的沈宁月需要特别注意，他可能是唯一能够威胁到你的人。其实他本身对这场战斗并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大伯就在那里坐着呢，他想让大伯看见自己这些年的努力与进步。我知道你对舒燕并没有什么归属感，所以我拜托你帮我们拿下这次胜利，到时候你所做的一切都将不再追究，而且我会让你们叶家变成真正的顶尖势力，所以我希望你尽力，明白吗？我会尽力。放松点，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年轻人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天命之战的规则你已经了解了，做好准备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次战斗，实力、智慧，甚至气运都极为重要，是一次综合的考验。另一个房间中，其他势力的神选者我们都比较清楚了，唯独天府书院保密一直做得很好，至今没有泄露任何讯息啊。放心，无论是谁都会死于我的剑下，因为我是沈家子弟。另一方，哎，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呀？亮个相啊，宝贝们！广场之上，大叔，你从哪儿来呀？这位可爱的小仙子啊，这可不是我们平时的比斗，那种级别的存在啊，是不屑于在我们面前显露什么的。能让我们这些势力来瞻仰真正的天之骄子，已经是一种恩惠了。哎呦，真厉害！那你我乃二品宗门掌元宗的长老，凌云宗下的第3大宗。咚咚咚的，天明之战正式开始。沈天明看着冰雪世界中的那个身影，瞬间面色惨白。他们真的来了！快看，那就是我们凌云宗的人。那是我姐，这场战斗她必胜。你这么可爱，若是有缘分的话，那位仙子肯定会认你这个妹妹的。只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很对，我们的人绝对不惧任何挑战。而叶随风则是看了看其他的几个参赛者，他通过叶琴瑶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讯息。法则吗？挺有意思的。直接盘膝坐地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参悟周围的天地法则。坏事了，那傅环宇的修炼之道本就与火之法则相契合，正好让他进入火世界了。游泽跟废提进入了木世界，其实也挺契合的，只不过两人的风格都是独来独往，估计很难选择合作。这叶琴瑶擅长音律之道，这可真是罕见，可惜在五行秘境中没有明显的增益。我去，那是沈宁月，修行的就是水之道啊，还好他没有进入冰雪世界。哎，林鹏在金世界中也算是中规中矩，但他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的样子呀？那是因为在前几天我跟我家堂姐把他揍了一顿，我堂姐还差点拿剑戳死他。这是谁家的小娃？快回去，这等地方可不敢乱说话啊！她是某家小女，各位见谅哈。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，却都已经合体巅峰了，跟他们比起来啊，哼，我们就像是活到了狗身上一样，羡慕不来啊！要达到那样的程度，天赋、家世、资源、气运缺一不可呀。其实这个秘境也没有去刻意规避气运，比如秘境与神选者自身的契合度，还有自由者联合或者敌对，都存在气运的元素啊。可惜资料太少了，我们还是无法分析出他们的实力情况啊。其实啊，适应法则的阶段也能看出一些端倪，谁适应的最快，肯定会更加出色一些。只见6人其中的1人竟然是已经完成了法则感悟，正在世界中急速穿行，正是沈宁月。他竟然这么快！快看看他要去哪儿？这个方向他是要去秘境原初地吗？秘境原初地就是5方小世界的连接点，规则中不允许使用超越天级极品的灵器，而秘境之中就是里面唯一的圣器，对战力有非常大的提升。若是在进入另一方世界之后，那人已经提前获取了秘宝，那他这么做岂不是太过于冒险了？除非他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。大直是看着沈宁月的身影，
嘴角露出了笑容。我们万宝阁的人就当拥有如此魄力，恭喜啊！你们沈家又要出现一位至强者了。叶秦瑶他认识，既然他出现在这里，那叶随风恐怕也有很大的概率到来。或许叶家人已经知道，这场战斗其实就是在决定九城未来的归属。麻烦大了。不，千万不要进去。别呀，千万别呀。在所有人紧张的目光中，沈宁月轻轻一笑，随后转身跳进了熔岩世界之中。幸好没去啊，这丫头竟然在秘境里修炼起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秦瑶在感悟法则的同时，还将法则顺道融入自己的琴谱之中。如果单纯的为了适应世界的话，估计也就盏茶的功夫。这丫头的心境已经将修为远远超越了，真不知道她在红尘境中历练了多少时日。原来是这样，她还寻思呢，就那几个小世界，让叶小小去适应也用不了半刻钟的时间呢，更别说秦瑶了。至于那个沈宁月，的确很强，但还是嫩了一点。叶秦瑶在群山中穿行，气息隔绝了外界恶劣的环境。忽然，旁边的一座山峰轰然炸开，一头数百丈高的冰雪巨人仰天大吼：这是冰雪世界的魔物，实力堪比合体期修士，而且在秘境中还有加成。叶秦瑶神色无惧，轻弹琴弦，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爆发而出，恰好试试刚刚领悟的东西。一段旋律在指尖流转而出，它淡然飘在空中，拳头轰然降临。然而就在他们即将攻击到叶秦瑶的时候，一圈细密的冰晶在他周围浮现，他们狠狠地击中冰巨人的身体，宛若山峰的巨人竟瞬间炸成碎片。还不错。收起古琴，飘然离去。好强啊！老大叔，那对我姐来说只是小意思啦。是啊，他并未出全力。而与此同时，熔岩世界中，傅环宇也在快速的前进。就在傅环宇轰碎了一群火域巨符之后，一个身影来到他的旁边，正是沈宁月。看你的样子是崇光帝国的人了。我也见过你，你是万宝阁的沈宁月。两人气息强大，几乎是不相上下。第一场神选者之间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吗？我就知道我的运气肯定是最好的。你应该就是自由者吧，或者我是，不过无所谓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来，妹妹，我们联手吧，打完其他人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最终决战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自由者，我是从另外一个小世界来的。真的吗？你可真是太聪明了，懂得先找合作对手。幸好你找对了世界，联合起来吧，小妹妹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你废话太多了，合作是软弱者做的事，我并不需要。我来这里只为斩你。砰的，巨大的能量波动四散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如果你只有这种程度的话，那就死吧。一个透明的圆形光罩瞬间出现在他的周围，轰隆又是一声爆响，两人猛烈碰撞，光罩闪烁却是稳稳地挡住了沈宁月蕴含无上道术的一剑。呀！一颗蕴含着毁灭性能量的光球直接冲向沈宁月，连忙拔身而起，躲过那个光球。啊，不属于北方世界的光之法则。你刚才打得很开心啊。那是什么道法？竟然能与光球正面相对，高于世界之上的水之法则，这个倒是挺有意思。他一眼就看出，在那层水幕中蕴含着更加高等的法则，显然也是世界外来之物，也就是所谓的神魔残留。看来胜负已分了。叶随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，同时小秘境中傅欢宇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再来！沈宁月手握长剑，凝神以待。两人正面撞在一起，轰的一声，天地共振。傅环宇的身体从高空摔落，砸进了沸腾的熔岩之中。第一个。随后沈宁月收起长剑，转身离去。万宝阁的人也太狠了，我们找他们去。算了，我们选择了参战，
就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果。欢愉的死，这是他的命。走吧。竟然真的死了，这世界的顶尖势力到底有多么可怕？可惜啦，那么阳光的一位大哥，那女的也太狠了，还不如让她去找我姐呢。说什么傻话呢？若是让她真的找到了秦瑶仙子，那还得了？此时他已经来到了冰雪世界的最中央的地方，一头雪白色的小兽倒在他的脚下，那是冰雪世界中最为强大的存在。凭空浮现着一块6菱形的冰晶，叶清瑶飘身而上，来到他的面前。这个东西看起来竟然有些熟悉。原来如此啊！若是五行全部融合，那真是一件很不错的宝物了。五行秘境，金之小世界。林鹏圣子穿行于罡风之中，终于来到了秘境中心。哇，还是强啊！看来林鹏圣子也要拿到秘境之宝了。他目光迟滞，看着远方的大剑，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寒意。刚才那一剑和前几天叶皇展出来的简直太像了。不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魔物。他想明白了一件事，自从那天之后，他所修行的狂傲之道就已经破了。这一次天命之战，他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了。他竟然放弃了比赛，为什么呀？他明明能收服那枚剑胚的。我就说嘛，今天的状态他看起来很差呀。有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让你失望了。你未占先怯，我们天算圣地的人从来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回去之后，老夫要与圣主好好谈谈你圣子的身份。森林圣地中，恶神教的废蹄也来到了世界中心的位置。我们合作吧。可以。此时秘境之中暂时就剩下了3方，叶秦瑶、沈宁月，还有选择合作的幽泽和废蹄。获得了冰雪秘境之宝的叶秦瑶也来到了秘境初始地，准备向着其他小世界进发。嗨，那么纠结干啥？反正总会遇到的嘛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若是让他们先遇到，2败俱伤，把握也就大了许多。那沈宁月一看就是个狠辣的主啊。片刻后，叶秦瑶出现在了原始森林之中。哼，你的藏匿手段比起我的妹妹来说差了太远了。随后，一头巨大的阴影巨兽凭空而出。叶秦瑶拿出古琴，优雅的曲子在指尖流出，无形的能量瞬间炸开，攻击在阴影巨兽的身上，将它打得裂开。交给你了，走了呀。安啦安啦，在我姐进入这个小世界的时候，这场战斗就已经宣告结束了。真笨，你没发现木之世界已经变了吗？霍长老疑惑地看了过去，顿时瞳孔紧缩。只见那原本应该是绿色的小世界，此时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红雾。这便是秦瑶姐的手段吗？这丫头真不知道在红尘境中历练了多少人生啊。叶秦瑶所走的道为众生之道，小世界中2人配合得手，幽泽嘴角微微上扬，但忽然间一阵惊呼声从叶秦瑶那边传了过来。快走，我们中计了。随即轰然炸开。这样都不行吗？转头一看，叶秦瑶的攻击已经到了。砰的一下，没有了阴影的庇护，幽泽也只不过是普通的天骄罢了。我输了，放过我吧。叶秦瑶飞了下来，多谢。走吧。至此，小秘境中就只剩下叶秦瑶和沈宁月2人了。外界的修士个个屏息，不知道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。沈宁月来到了金世界，取走了莲蓬没能带走的剑胚。看来你已经把他们全部给解决了。彼此，魂虚子果然没有说错，他就是自己最强大的对手。叶秦瑶是吧？你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？这句话也是我想与你说的。2人再次正面相撞，那简直就像是世界巅峰力量的终极对决。死！2人都拿出了至强的实力，每一次对撞都会发出恐怖的大爆炸。叶，
那沈凌月的实力挺不错的。如果秦瑶不拿出自己的实力，估计是无法把他拿下了。秦瑶姐还有更恐怖的手段？红尘知道其力量只是外在表象，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心境。叶随风知道他已经是叶家5人之中最强的一个了。远古深处，2群人在门口碰面了，正是被淘汰的崇光帝国，还有放弃战斗的天算圣地之人。五王爷，路途遥远，小心别崴了脚啊！哼，你还是担心你们圣地吧，人才凋零。至少我们没死人，至少我们寰宇战到了最后啊！我们还是别争什么了。从今天的结果来看，那几个势力已经稳稳占据上风，这世界迟早会属于他们。那种事情谁都无法掌控。别忘了，直到现在天机谷还没有被彻底铲除。尽量保全自己吧。狗死！就在这时，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道友，请留步啊！5行秘境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，在叶秦瑶和沈宁月的狂轰乱炸之下，所有小世界都已经相互贯通。哼！万丈剑气，死！斩出了他最强的一剑。叶秦瑶看着远方，目光似乎穿透了秘境。希望没有让大伯失望吧。在所有人的惊骇的目光中，叶秦瑶张开了双臂，用自己的身体迎向了沈宁月的最强一剑。长剑贯穿了叶秦瑶的身体。不，漂亮，该死！结束了。叶随风嘴角轻扬，他的目光穿透了5行秘境，来到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之中。沈宁月站在一片优雅的花园中，忽然2个穿着官服的小太监朝着他快步行来。你们是谁？一人一边抓住他的胳膊。找死！你才找死！太后娘娘在等着你呢，你死定了。片刻之后，几人来到了一个阴森森的宫殿中。谁让你伺候万岁爷的？你想当娘娘是不是？他被困在幻境里面了。不说话？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拿你就没辙了？你说还是不说？他拿起一根钢针，向着指甲盖扎了进去。沈宁月心中冷笑，作为修炼者，对于这种痛楚早已经习以为常，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他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身体柔弱的凡人罢了。该死！女施主，你快走吧，那猢狲要来了。那和尚的面容是叶秦瑶。你去死吧！妖精竟然敢伤我师父！类似的画面在红尘天幕中不断的上演，而沈宁月在每一个片段之中都遭受了无尽的摧残。外界人们表情凝惑，怎么回事？忽然沈宁月动了，他看着面前的叶秦瑶，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。随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中，他松开了剑柄，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落而下。不！明明是沈宁月刺穿了叶秦瑶，可为什么最终倒下的却是沈宁月？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赢了。天命之战在沈宁月倒下之后宣布结束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我履行自己的承诺，之前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一笔勾销。跟我回总院吧，而且你得把刚才获得的秘境之宝拿出来，那是我答应留给凌元宗的。我不会跟你去任何地方，混虚死，我劝你一句，还是收敛收敛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吧。叶秦瑶，我对你已经足够宽容了，让你去总院，对你也是一种难得的造化。省省吧，我族长辈已经来了。那你更应该收敛自己的锋芒，免得给自己的族人招来杀身之祸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纤细的手从混虚子脑后的虚空中探了出来。我终于得手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秦瑶的族人。你刚才说要怎么样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说了，是我族中的长辈。
侄女叶琴瑶拜见家主。你真的很不错。说完，一道浓郁的生命气息拂过，瞬间将叶琴瑶的伤完全治愈。大伯的这句话就是对他这些年努力的最大的肯定。你就是云霄城叶家家主那位叶盛？大家都那么叫。不打招呼就闯进来，你是要与我天府书院为敌吗？省省吧你！魂虚子怒喝一声，主动出手，无数黑色的触手噼里啪啦的直接击碎虚空。那是他从神物上获取的法则，除非叶随风也掌握神物，否则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这也是他始终不觉得叶琴瑶是个威胁的原因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天道界发出淡淡的光芒，一层灰色的波纹将叶琴瑶他们全部包裹在内。能击穿虚空的黑色触手碰到灰色波纹的时候，却只是溅起了一圈浅浅的涟漪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总是高高在上，时代已经变了。没错，是该变一变了。说完，无数黑色触手连同魂虚子手中的玉符全部飞起，落在了叶随风的掌心之处。不，这怎么会？行了，这里就先交给你们了，我去万宝阁那边。说完，叶随风的身影就此消失不见。万宝阁的房间中，天府书院已经这么强大了吗？他不是书院的人，他是云霄城叶家的人。我早就说过，放弃天命之战你们就是不听。现在我妹妹死了。沈天明，你冷静点儿。宁月的死我们谁都不想。你刚才说那叶琴瑶就是那个云霄城的人，看来我们真的要去一趟北方了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来了。沈天明、方阁主还有大执事全都被法则之力束缚在原地，丝毫不得动弹。叶家主，这位就是叶家的家主，他竟有如此实力，难怪呀！难怪沈天明会如此坚持，甚至不惜送走起源塔，放弃天命之战。好久不见呢，叶家主，我求求您救救我妹妹吧！我知道以您的实力一定能做到，求求您了，求您了！救是没办法救了，我只能帮你把她的尸体拿回来。很快，沈宁月的身体出现在房间之中。沈天明看着自己的妹妹，面色苍白，随后对着叶随风深深一拜。魂虚子、大执事、恶神教众人、明暗帝国众人，还有没有顺利离去的天算圣地重光帝国众人，都站在了一起。他们在外界都是只手遮天的世界顶尖强者，而现在他们全都是神色晦暗，等待着那位家主的发落。叶随风坐在一旁，在他面前有5个不同的东西，一个小瓷瓶属于是万宝阁的，一枚蒜子属于天算圣地，一颗发光的水晶球属于重光帝国，一条阴勇的蠕虫属于明暗帝国，还有一块腐烂的肉属于是恶神教。他们都是这几方势力拥有的神魔残留所衍生出来的规则之物。看起来这5方势力就是目前世界中最为强大的5个了。只要灭掉他们，剩下的所谓神魔残留都是小打小闹，启蒙术就足以干掉他们全部了。那么接下来就直接找上门吧。我只给你们2个选择。第一，带路去你们的老巢献上神魔残留。那第二呢？你是不是傻？第2个当然是死了。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这位叶家主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我们每个势力背后都可拥有你超乎想象存在。你只需要做出选择，别的都不用管。好了，我只给你们盏茶的时间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呐。既然叶家主坚持，那就如你所愿，老夫愿意带你去往主阁。行，那你们等会儿吧。叶黄、叶龙，你们都跟我来。这些年你们做的都很不错，还有你小小，你很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。我知道，大伯，我们要到处种树，拯救世界了是吧？没错，这个世界的确是已经岌岌可危了。我需要你们将启蒙树的幼苗种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天道节点之中。
叶随风挥手，一副布满磁场的画面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。我给你们每个人分了1500株幼苗，你们各自选一个方向，将它们全部种出去，顺道消除掉所有拥有神魔残留的势力，那都是启蒙树的养分。大伯，这次我也要去吗？你已经长大了，该有自己的人生。好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漂亮的完成任务的。爷，您这一次又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有5个势力很强大，也很神秘，我得亲自过去看看。而且呀，我还有一个承诺没有完成呢。6年前，在离开云霄城的时候，他答应了叶振宗要找到杀死叶振光的真正凶手。后来他在世界长河中被人阴了一手，而那个人极有可能是仙界的人，然后这件事就先搁置了。但之后想想，在时光长河布局的那人或许与杀死叶振光的人并非同一人。选择方向吧，你们也将代表叶家将版图扩大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还是走西边吧，那里比较熟悉一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仍然去东边，就跟6年前一样。我要去南方，北方的冰天雪地，反正我是不想去了。而且听说南方好吃的特别多。那我就只剩下北方了。也好，本来我也不想离天下书院太远，只剩下叶秦瑶了。你跟着小小一起吧。以这里为起点的话，南边地方还非常大，我们甚至还没有接近中州地域，所以任务也非常重。2个人一起相互有个照应。其实他主要还是担心叶小小玩疯了，把南方搞得鸡犬不宁啊。没问题。至此5人都选好了自己的方向。叶随风相信叶家的名号会在不久的将来响彻整个世界。这一次任务可能会持续数十年的时间，你们现在都有自己的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儿在云霄城，在叶家。5人单膝跪地，明彻本心，都把手伸出来吧。路途艰险，若是遇见了某些无法解决的神物，就用它。叶小小满脸激动啊，他终于也拥有掌心世界了。好了，开始种树吧。渊城，都走吧，没有种完所有的启蒙树，可别想着回云霄城啊。放心吧，大伯，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。他也不想久留，准备带上魂虚子和万宝阁大执事，即刻前往中州。大伯，我们说好的，要是我办好了这件事情，就送我一样礼物的。您应该没有忘吧？没有，当然没忘。其实他就是忘了。叶谦，把礼物送给小小。那个我就不耽误时间了啊，大家再见。直接消失在高台之上。叶谦堂哥，干嘛呢？快给我呀！你该不会是想独吞吧？怎么会呢？这是大伯的心意，我怎么可能半路截胡呢？真的，这是大伯特意精心为你准备的，只是在我这里暂时放着。怎么感觉叶谦在竭力撇清关系似的？我也就不耽搁时间了，大家后会有期啊。莫名其妙。满怀期待地打开储物戒。叶谦，你给我等着！中州第5天域。叶家主，这里就是我们总院了。中州9天域第5天域已经被天府书院的神物完全浸染，这就相当于在世界身上开了数个巨大的伤口，并且从伤口中不断的汲取血液，长此以来，世界不毁灭才怪呢。叶家主，院长应该就在后山了，您现在要过去吗？一阵巨大的钟声响起。不急，你们这个龙门呢，看起来有点意思啊。叶家主，莫非您也想去试试？不行吗？我无意冒犯你，只不过总院的龙门只能检测5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天赋。50岁？那又如何？难道我看起来像是50岁的人？他们怎么都没想到，强大到逆天的叶随风竟然还不到50吗？自己这么多年以来都修炼到狗身上去了吗？看着叶随风已经来到龙门之前，魂虚子2人连忙跟了上去。他们可不敢怠慢叶随风啊，当然更怕某些不长眼的惹到这位祖宗啊。太厉害了，我们第5天域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呐。是啊，钟声7响，那是有很大概率飞升成仙的存在啊。叶随风没有理睬他们，径直地朝着龙门走去。哎，那小子是想闯龙门吗？
我说哥们儿，明儿再来吧，今天有妖孽在前，不会再有人关注你的，划不来。看来以后啊，还是要偶尔放下身份，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修士，在红尘世界中走上一番呢。多谢道友提醒了。很快，叶随风就踏步走进了龙门。